终于要开始了，我的领主生涯。在这个领主为尊的世界里，初始兵种格外重要。就是不知我会觉醒怎样的兵种。哇，是学霸凌云！想不到第一个觉醒兵种的居然是他！他成绩那么好，一定能觉醒厉害的初始兵种。好期待呀！凌云，看看我，看我！哇，看我！学习好有个屁用！觉醒兵种看的是命。就是凌云一看就是一脸衰样。嘿，老子早就看他不爽了。学习好了不起呀、靠饭店服务员养大的穷鬼小子，也配让妹子围着转，什么玩意儿啊！就是，就算进去领主世界，也早晚像他小姨一样被杀出来，变成终身残废。学霸，大家族子弟，哼，都算不了什么，到最后第一名一定是我。凌云，加油！安静，都安静。我最后和你们说一遍规则：登上祭坛后，你们将觉醒属于自己的初始兵种，正式成为新手领主，进入领主世界，参与为期10天的考核。考核通过者将成为正式领主，进入领主世界深处，与世界各国争雄。失败者则会被逐出领主世界，永远失去成为领主的机会。接下来，由凌云同学第一个上台觉醒。将要伴我成长的初始兵种究竟是骷髅兵。骷髅兵，这是凌云觉醒的，居然是1阶兵种骷髅兵，这开什么玩笑啊！哎呦！传说中初始兵种能觉醒骷髅兵者，万中无一啊！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是啊，确实是万中无一。因为就算1万个人里，也未必能有1人觉醒出这世上最弱的兵种。凌学霸，真亏你能觉醒骷髅兵啊！简直就是万中无一的天才，不过是反向的。领主的兵种共分9阶，1、2、3阶为最弱的普通兵种，4、5、6阶为稀有兵种，7、8、9阶为精英兵种。新手领主的初始兵种往往等阶都低，大都在3阶左右。能觉醒4、5阶兵种的都算天才，觉醒6阶兵种的更是天才中的天才。至于骷髅兵，则是1阶兵种里最弱的兵种，基础属性连史莱美都不如。哎呀，先别管那个凌云了，他这辈子注定废了！快，抓紧觉醒！再差也不会比那个凌云的兵种更差。任何人都无法与我相比。凌云，啊，怎么才2阶啊？哎呀，反正比凌云的强多了就是了啊！5阶，比想象中差点儿，倒也没给我王家丢脸。哇，王宇哥哥好厉害啊！进了领主世界，一定要帮帮我，以后人家就是你的人了，求收留。你们不是喜欢凌云吗？去找他呀！凌云？那谁啊？不熟。觉醒个骷髅兵，这辈子算废了。别人是输在起跑线，他倒好，直接栽死在起跑线了。废物凌云，那些围着你转的女人都把你当垃圾了。又穷又没出息，谁理你？刚才还是高高在上的学霸，现在连老子脚趾头都比不上啊！哎呦，
是个人都能踩你一脚啊！啊，真是废物中的废物！一群墙头草，本来我也没把你们当回事。笑吧，等进入领主世界，你们就笑不出来了。因为我觉醒的可不只是骷髅兵，还有这个。天赋觉醒，亡灵天灾，等级 SSS 级天赋。特性1，可以无数量上限召唤任何亡灵系兵种。特性2，获得的任何兵种模板都可转化为同等阶亡灵兵种。有了这个天赋在，我召唤骷髅兵的数量是无限多。一只骷髅兵确实弱小，但如果是1000、10000、100万，甚至是1亿的骷髅兵呢？以多咬死象，任何兵种都扛不住铺天盖地的骷髅兵。唉，凌云真是可惜了，本来我还很看好他。觉醒完成的学员们，从此以后你们就是新手领主，立刻前往传送门，进入领主世界外围区域，开始为期10天的考核吧。凌云一定很难过，我得好好安慰他。林浅浅，我们的校花啊，我知道你和凌云感情很好，毕竟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，但他已经废了，你不如以后跟着我王宇，前途一片光明。滚开！不管凌云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不会抛弃他。小姨，你来送我了。小云，就算你的兵种最弱，过不了新手考核也没关系，小姨会养你，会永远在你身后。虽然我叫她小姨，但她并不是我的亲人，只是我妈妈生前的闺蜜。在爸妈遭遇事故离去后，所有亲戚都当我是累赘，没人愿意收养。只有小姨不离不弃，哪怕她只是个小饭馆的服务员，但也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将我养大。其实，小姨原本也是位风光无限的正式领主，却不料遭到奸人陷害，被驱逐出领主世界，终生无法返回不说，腿部还落下残疾，每到月圆之夜都会痛不欲生。想要彻底治愈，必须前往领主世界深处，找到可以让小姨重返领主世界的保护——领主之心。放心吧，小姨，我一定会通过考核。当然，只是通过考核还不够，我一定要成为正式领主，前往领主世界深处，找到能够治愈小姨的领主之心。小云，记住，自己的安全第一。小姨放心，我走了。来了，这就是我的初始岛屿。每个新手领主都会落入一座初始岛屿，在岛屿上建造领地，召唤兵种，攻略岛屿。就算完成了考核的第一步。是否建造您的领地？领地建造成功，请问您的领地命名？就叫亡灵国度吧。命名成功。兵种数量居然是无限大，看来我的天赋已经生效，只要有足够资源，就可以无限爆兵。建造祭坛，想要爆兵，首先得有生成兵种的祭坛。您建造了骷髅兵祭坛。啊，这就是我的祭坛？怎么就一个坟包？也太难看了。算了，好看也当不了饭吃。而且我的产量已经无限大，无需给祭坛升级，倒是节省了不少素材。1金币生产1个骷髅兵是吧？目前我手上只有新手领主的初始资源，金币数量在200。但我可不打算只产出200个骷髅兵，而且领主世界获得的资源是可以1比1自由转换的。资源转换，所有资源全部兑换金币。资源转换完成，您获得1000枚金币。全部金币使用，祭坛开始生产。出来吧，我的1000骷髅兵军团。进入领主世界的第一天，因为资源有限，哪怕再厉害的天才，也最多爆出3、4个兵，而我足足爆出1000骷髅兵，数量是他们的几百上千倍。这样的力量足以让我横推初始岛屿。而且亡灵系怪物还拥有别的兵种所不具备的特性，那就是不消耗食物。别的新手领主就算能在初期爆出1000兵种，也根本养不起。
吃都能把他给吃穷。而我的骷髅兵完全不用担心食物问题，而且只是1000骷髅兵，可还远远不能让我满足。去吧，我的骷髅兵，将这个初始岛屿横推！前方出现怪物史莱姆。好家伙，连最弱的史莱姆属性都比我骷髅兵厉害。不过我也没打算单挑，全军出击，狠狠群殴！史莱姆全部死亡，阵亡兵种骷髅兵7。兵多就是爽啊，连爆出来的东西都不用我自己捡。继续探索岛屿，发现野生的金矿，发现野生的林场。给我挖！只是这点资源还不够，像是什么石矿、铁矿，统统给我找出来，全部开采，给我砍！所有新获得的资源全部转化为金币，用于生产骷髅兵。新生产的骷髅兵前往大部队补充消耗兵源。初始岛屿 BOSS 领地出现。好，这么快就找到 BOSS 的领地，只要解决掉 BOSS， 我就算通关初始岛了。初始岛 BOSS 领地出现，是否讨伐？2阶魔兽，属性值确实高，而且看数量应该有50只左右。但那又如何？新开采的资源已经全部被我用来爆兵，如今我的骷髅兵数量已经达到2000，一人一脚也能踩死他们，没什么可怕的。全军出击，开始讨伐！哦 ，BOSS 出现了，真是厉害的属性啊！可惜。终究只是1只，双拳难敌4手，更何况我这还是4000只手。上，给我狠狠的群殴！再过2个小时就能挖完这座铁矿，到时候再把铁矿换成金币和食物，就能产出高达5个兵种。哼，到时候我就能开始尝试去寻找 BOSS 领地，开始通关了。谁的剑都能比得上我？初始岛屿首通奖励必然是我的！夏国赛区公告：新手领主凌云通关出生岛。耗时3小时15分钟，为夏国赛区第1位通关出生岛的新手领主，将获得丰厚首通奖励。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！我不信！进入夏国赛区频道查看详细信息。新手领主凌云首次通关，将获得以下奖励：1万份基础资源，1个5阶兵种宝箱。1个英灵殿令牌，3个黄金级装备宝箱。由于凌云完成初始岛首通，新手领主考核排行榜开启。考核期间，新手领主击杀怪物、爆兵、采集、升级领地，都将获得相应积分，以积分数进行新手领主排名。本次考核最终成绩以积分排名为准。什么？凌云通关初始岛了？是我们学校的那个凌云吗？不会吧，这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，凭他不可能做到。什么情况？我杨傲天才刚刚找到 BOSS 领地，你居然就通关了？不对，公告栏里只显示了名字，未必就是我认识的那个凌云。觉醒的可是骷髅兵啊，我连 BOSS 的屁都没闻着，他就先通关了？不可能，偏凌云绝对做不到。一定是同名同姓的别人。没错，凌云的初始兵种可是世上最弱的1阶骷髅兵，信他能首通？嗨，不如信我这秦始皇。就是，一点都不可能。就凭他那个铁废物，绝对不可能做到。一定是重名的别人。夏国赛几10万新手领主，未必只有1个叫凌云的。没错，谁都可能首通，偏偏凌云不行。他不过是我们谁都能踩一脚的垃圾。这个首通的凌云，真是我认识的那个凌云吗？
要不给他发消息问问？不行不行，万一不是他的话，我这样问一定会打击到他的。哎呀，要我说，那与其乱猜，还不如在校群班群里直接问。对啊，凌云，你看到消息没？快回复啊！那手痛的人究竟是不是你啊？是，一群墙头草，吵死了！全部静音处理。想确认手痛的是谁，我还偏不告诉你们，使劲猜去吧。先清点一下我的丰盛手通奖励吧。不说别的，光是1万份的基础资源，至少也能兑换成1万金币，意味着我将能爆出1万骷髅兵。为了解决 BOSS 领地，我骷髅兵损失了1000多。不过现在倒也不用急着补充，看看别的奖励吧。您开启了5阶兵种宝箱，获得5阶兵种烈焰法师。烈焰法师虽然也不错，但却是人族兵种，享受不到我的天赋加成，就用我的天赋特性2将兵种转换。您对5阶兵种烈焰法师使用了亡灵转换，转换成功，您获得5阶亡灵兵种亡灵法师。厉害啊！不愧是5阶兵种，伤害远超骷髅兵。不过可惜生命值不多，在5阶怪物里算脆皮，不过也无妨，可以让骷髅兵当肉盾。再看看这个令牌吧，使用英灵殿令牌可召唤1名英雄，是否召唤？召唤。请选择您召唤的英雄种族：人族、兽人族、精灵族、亡灵族、巨人族。这还有什么可挑的？亡灵，毕竟我的兵种都是亡灵族，选个亡灵族英雄也好帮忙带兵。出来吧，我的亡灵英雄！对货女妖芭芭拉，见过主人。哈哈，不错，这属性可比一般 BOSS 强多了，放在身边满满的安全感。剩下的2个装备宝箱全开了吧。您开启了黄金级装备宝箱，获得黄金级装备：燃血之刃、抵御之盾、黑灵法杖。领主世界里的装备有2种，分为兵种装备和英雄装备。兵种装备可以给兵种配备，一旦配备，该模板兵种全部都能生效。正好我的骷髅兵都是战士职业，配备上这2件兵种装备，不但大幅度增加伤害，生命值还有大量提升。再也不用像之前那样一碰就碎，再加上我骷髅兵数量极多，对于总体战力而言，简直是超级加倍提升。英雄装备属于领主和英雄都能使用，不过除非特殊情况，我基本不可能亲自上战场。正好芭芭拉是法师职业英雄，非常适配。芭芭拉，这个法杖送你了。主人，这么好的装备，真的要送给芭芭拉吗？你都叫我一声主人了，我还会小气？而且这法杖给你用正合适。谢谢主人。我的主人，有什么需要，请尽情吩咐芭芭拉。请问，您今天是要先暖床，还是……芭芭拉什么都可以为主人做的哦。要不今天就先暖床。别，离睡觉时间还远着呢。总之，先回领地。哎呀，好家伙，不愧是魅惑女妖，我这么大一个精壮小伙，哪能顶得住啊？建造祭坛，全新的5级兵种亡灵法师也该生产了。您建造了亡灵法师祭坛。好家伙，价格是骷髅兵的200倍。不过，毕竟是5阶兵种，再贵也得要。开始吧，久违的暴兵。芭芭拉，以后亡灵法师兵种就交给你率领。是，主人。先给你分配个任务，带着骷髅兵和亡灵法师，将初始岛上的所有资源全部给我扫荡回来。是，主人。有个英雄就是好使。等搜刮完初始岛，就得开始考虑登陆了。目前排行榜上只有我一人，是因为通关初始岛屿的只有我一个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榜单就得热闹起来。虽说通关之后，初始空岛就会成为我的领地，可以操控着飞行运动，但以防万一，还是先把岛上资源怪物扫荡完更稳。至于再之后的下一步，就是带着领地前往大陆。和每人一个的初始空岛不同，大陆上资源要丰富得多，
而且会有很多新手领主同时登陆。那些瞧不起我的同学们呢？好久不见，不知你们最近过得如何？我们终于要在大陆会面了。金矿开采完成，获得金币；林场砍伐完成，获得木材；铁矿采集完成，获得铁石。素材要分类放好，方便主人使用。还有那个骷髅兵，注意点，再敢偷懒，小心我把你给拆了。兵种多就是好啊。别的新手领主还在拼死拼活刷怪采集，我倒是先悠哉起来了。地面开垦完成，可以耕种；播种完成，浇水完成。植物剩余成熟时间3小时。搜刮岛屿时还获得不少种子，等成熟后就可产出食物，用于转换金币，爆出更多。打开排行榜，这些天我都在搜刮初始岛，期间别的新手领主们也完成通关，出现在排行榜上。算算时间，也该出发了。主人，初始岛所有资源全部开采完毕，目前您拥有骷髅兵3000，亡灵法师200，数量还可以。这个阶段，别的领主估计最多20只兵种，足以碾压他们。启航，前往大陆。还有别的初始岛屿，看来我搜刮岛上资源用了太多时间，居然有人快我一步登上大陆了。登岛完成，开启领地护盾。每个新手都会配备一个领地护盾，可以保护领地，守护领地24小时，免疫外敌攻击。提前做好防护，可别我在大陆上探索，来个老六把家给偷了。根据地图指示，前面会有一个副本，通关副本能拿到丰厚奖励。哪来的小子？副本已经被我们王宇老大包场，不想死就滚开！哎，那边那个谁，干嘛呢？去，快滚开！这边的副本已经被我们承包了。知道那副本里刷怪的是谁吗？我们的老大，超级富二代王宇，他可是你惹不起的存在。王宇，他已经先我一步进副本了，看来我也得加快进度，因为副本首通和初始岛首通一样，都会获得非常丰厚的奖励，绝不能放过。等等，那小子看着好眼熟啊！这不是咱们那觉醒骷髅兵的弱鸡学霸凌云吗？起开，家里几个子儿啊？敢来和王宇哥抢副本，你也配？主人，快下命令，看我打死他们！我去，好漂亮的妹子，强强的身材，那脸蛋儿简直绝了！他叫凌云主人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女性英雄？真是个走狗屎运的家伙，居然获得这种极品！召唤兵种！冲啊！下来，凌云，抓住他的女英雄，哥几个好好耍！就凭你们也配？兵种召唤，出来吧，我的亡灵军团！这是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好多的骷髅兵，甚至还有5阶兵种亡灵武士，这数量怕不是得有2、3千吧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就连王云老大的兵种数量也只有30个呀，更别提我们了。这是人能做到的？如此多的骷髅兵，就算一人一脚，也能把别的领主给踩成渣渣呀！难道不是楚明？首通初始岛排行第1的那个凌云，就是我们认识的凌云。哎，不要慌，数量再多又如何？我们拥有的可是2阶甚至3阶的兵种。就是1阶的骷髅兵算个屁呀！只有数量没有质量，都是一群中看不中用的渣渣。哼，中看不中用，骷髅兵去给他们上一课。谁说的中看不中用啊？这些骷髅兵都是有兵种装备的，就算单挑也比我的2阶兵种强，更别说人家还是军哦！哎呀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求放过！再打真的会死啊！该死！是哪个骷髅兵踩死了我的2阶？2阶已经清醒了，快治疗一下！惨，太惨了！凌云好厉害，
根本就不是王宇能比的呀。那不一定，王宇哥就快要通关副本，等拿下副本首通，指不定谁更强呢。人家甚至都没来得及出手，你们怎么就倒下了？也太弱了吧！回头有你表现的机会。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得做。王宇，你的副本首通，我凌云来取了。怎么办？凌云也进副本了。进去又怎样？王宇通关进度已经到达80%，凌云不可能追得上。那可不一定，以防万一，快通知王宇哥，让他抓紧通关。要怎么通知啊？哎，你傻呀？用手机发消息啊！欢迎来到黑暗森林副本，副本为青铜级单人副本，杀光副本内所有怪物即可完成通关。这就是副本，还是第一次见。和初始岛屿不同，副本的情况很特殊，里面自成一片空间，允许多个挑战者同时挑战，但又彼此不会相遇，且不同挑战者面对的怪物都完全相同。哪怕有人将自己副本里的怪物杀完，只要退出副本再次进入，怪物又会刷新。与之相比，别的地方的野生怪物，死了可就是真死了。比起胆小的怪物，我就喜欢这种莽夫，否则一旦逃跑，抓起来会很浪费时间。我的亡灵法师们，到你们表现的时候了。想不到啊，首通出世岛的凌云，还真是我认识的那个废物，而且我的小弟居然都被那个废物给干倒了，真是一群连废物都不如的垃圾！垃圾！那又如何？副本里的怪物已经被我清空80%了，而你才刚开始进入，想和老子抢首通，老子让你连首通的屁都闻不到！骷髅兵迟钝，一个个都顶上去，挡住怪物的攻击，别让脆皮亡灵法师受伤。亡灵法师全体蓄力，使用黑岩法球攻击怪物最密集的区域。我勒个去！这还是我第一次见所有亡灵法师火力全开，杀怪简直和喝水一样简单。而且被亡灵法师杀死的怪物尸体会自动触发技能2，复活成亡灵为我所用。虽然只能存在10分钟，但哪怕只是把他们当肉盾，也能大幅度减少骷髅兵的阵亡数量。不愧是武阶兵种，恐怖如斯。芭芭拉更是强得可怕，一嗓子下去，吼死一大片。不愧是我召唤的亡灵英雄。我勒个去！好一个波涛汹涌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世界波吗？攒劲儿啊！主人想看的话，随时可以呀。先干正事儿，拿下副本首通以后再说。那你们说，凌云有没有可能比王宇哥更快通关副本？绝对不可能！他进去的时候，王宇哥都通关80%了。就是，除非他坐火箭，否则累死也不可能追上。啊！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快看副本通关进度，凌云才进去半小时啊，通关进度就疯狂提升，简直真的跟坐了火箭一样。啊！暴力猿猴们，下手再狠点儿，专挑弱点打，给我狠狠地抓哥布林的下三路，让他们领教一下什么叫猴子偷桃。这些女人真是有病，不知道我在和怪物激烈战斗，打什么视频？有事快说，不知道哥正忙着呢吗？哪怕再想念哥，也得等哥出去再宠幸你们。王宇哥，大事不好了！凌云的刷怪速度简直像起飞一样，他虽然进入副本才半个小时，进度就已经到达60%，快要追上你了！开什么玩笑！老子辛苦刷了5个小时，才完成80%的进度，他半小时就干到了60%。你们确定没有看错？真没看错，王宇哥，你快抓紧啊，不然真的会被抢走副本首通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别挂视频，就这么保持着，随时跟我汇报他的进度。是。现在不是心疼兵力的时候了，我让所有的兵种必须拿下首通。云，是你
逼我的召唤兵种！所有负伤休息的暴力猿猴，都给老子滚出来！拼上你们的小命，给我快速杀光怪物！魔力耗光的亡灵法师退后休息，恢复魔力。休息完成的亡灵法师往前顶，继续使用黑岩法术杀怪。怪物尸体复活的亡灵顶在前面挨揍。虽然主人不差这几个钱，但还是尽量减少骷髅兵伤亡。真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妖。有芭芭拉指挥，都没我啥事儿。这怪刷的也太悠闲了。不知道王宇那边怎么样？那些女人肯定会给他汇报消息，估计已经在拼上命赶进度了。主人，普通怪物已经清理完毕，要进入 BOSS 领地了。这就是3阶的 BOSS， 居然有8万生命值，真是够皮糙肉厚的。不过，咱主打的就是数量碾压，装备染血之刃的骷髅兵，每个伤害都达到90，而且数量足足有2000，哪怕只是一人砍一刀，砍不到1轮 ，BOSS 就得嗝屁，更别说还有亡灵法师火力支援，打起来简直砍瓜切菜。骷髅兵们，上，给我狠狠地用小刀划 BOSS 的屁股，让他开开眼。天哪！凌云已经追上王宇哥的进度了，快和王宇哥说情况。王宇哥，凌云的进度已达到了99%，应该和你一样开始打 BOSS 了。别说了，我身为领主，都已经拿着装备亲自上阵了，而且 BOSS 就剩下1点血皮了，马上就要被我杀死了。该死的凌云！如果不是因为他，我的暴力猿猴就能有足够的时间养伤轮换，何至于像现在这样全军覆没？不过都无所谓了，只要有足够的资源，多少兵种都能生产。拿下首通，完全可以弥补此次的损失。利用奖励完成暴兵之后，就去亲手宰了凌云，我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。最后一击，给我去死吧！副本首通，我王宇来了！夏国赛区公告：新手领主凌云通关青铜级副本黑暗森林，耗时48分钟，为夏国赛区第1位通关副本的新手领主，将获得丰厚首通奖励。首通没了，又被凌云拿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更早的进入副本，我甚至辛苦了好几个小时，就在即将杀死 BOSS 的时候，首通没了！不可能是真的，我一定是在做梦。好疼！真不是在做梦，老子的手头没了！该死的 BOSS， 给我去死！去死！黑暗森林副本通关，领主将被传送出副本入口外。王宇哥输了，副本首通真的被凌云拿走了。不过那么多进度都能反超，凌云也太厉害了。很明显，凌云比王宇哥更有前途。凌云，还真是你这个废物！混蛋，居然敢抢我的首通，甚至害得老子走神，差点被 BOSS 打死！你这个该死的家伙！哟，我当是谁？这不是觉醒了5阶初始兵种不可一世的天才王家少爷王宇吗？怎么变这么惨？主人，你看，他装备都烂了，还流血了呢。明明只是刷个青铜级副本。天哪！你不说我都没注意到。不会有人刷个副本都得拼上小命吧？怎么，你还不服？想打架是吗？王宇，你怎么着？想动手是吗？不行，我得忍住。眼下我装备损坏，兵种全灭，我光干司令一个。但凌云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兵种，而且他毫发无伤不说，身边还跟着个英雄，和他
他开战，只能是自讨苦吃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忍住。这笔账以后跟你算。宝贝儿们，跟我走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凌云哥哥，我们想和你一起。你长得又帅，个子又高，学习成绩还好，最重要的是你实在太厉害了，前途无量啊！人家其实一直都在暗恋你了呢，要不是王宇逼迫，我们才不会跟他。就是，凌云哥哥，你就收了人家嘛！什么情况？他们要抢走我的主人？你们这些臭女人，老子还不比那个废物强！而且你们要搞清楚，我王家可是夏国顶尖家族，财富无限。而那个凌云，他就是一个穷光蛋，他能比得上我？切，骗鬼呢！凌云哥哥这表现，早晚会成为非常厉害的正式领主。只要实力够，钱对他来说就是个数字，想要多少就有多少，还差你那几个字儿。你们！凌云哥哥，我一直都最喜欢你了，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，你就允许我追随你吧，好吗？我什么都愿意做，只要你喜欢，做什么都可以啊，好不好嘛，凌云哥哥？只要能陪伴在你身边，人家什么都愿意做。主人明明是芭芭拉的主人啊！就你们这些反复横跳的墙头草，也想追随我？做梦！让你们给我舔鞋，我的嫌脏！芭芭拉，我们走。是，主人。我们这是被抛弃了？开什么玩笑！老娘明明说了什么都愿意做，他还要怎样？可恶！事到如今，只剩下一条出路了。王宇哥，人家刚才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嘛。其实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最重要的呢。恭喜你通过测试了，我只是在测试你到底是不是真心爱我嘛。都给老子滚！先是手通出师岛，接着连副本手通也被凌云拿了。骗人了吧！我探索一整天，连副本的一根毛都没找着，人家就已经通关了。那小子是不是开挂了呀？不带这么玩的吧？进入领主世界之前，我甚至都没合过影，拼命在各地搜刮资源，暴兵变强。即便如此，还是追赶不上他们。不行，只要卷不死，就往死里卷。杨傲天就不信拿不下这个第一。上次初始岛手通的奖励，让我兵种实力暴增，甚至还获得了芭芭拉。不知道这次的副本手通会有什么奖励呢？想想就激动。开始领取领主世界奖励。作为夏国赛区第一个通关副本的新手领主，凌云将获得以下奖励：3万份基础资源，1个6阶兵种宝箱，1个神话级种子，2个钻石级装备宝箱。打开6阶兵种宝箱，您开启了6阶兵种宝箱，获得6阶兵种战争骑士。兵种转换，您对6阶兵种战争骑士使用了亡灵转换，转换成功，您获得6阶亡灵兵种亡灵骑士。哼，我的天，又肉又有伤害不说，还有霸体有减伤，不管逃跑还是硬刚都强了一匹。我这第3兵种简直就是全能型啊！难怪人人都想要高阶兵种，骷髅兵哪怕带上装备，都远远比不上裸装亡灵骑士。6阶兵种恐怖如斯，这不得狠狠地爆他一波兵！另外2个钻石级全部打开。您开启了钻石级装备宝箱，获得钻石级装备云铁盾、魔力之心。运气爆表了！云铁盾和我的新兵种亡灵骑士简直完美适配，装备上后甚至能碾压2阶 BOSS 怪物。那可是 BOSS 啊！一片区域数量也就1个，而我的亡灵骑士只要资源够，就能无限召唤，带着一群相当于 BOSS 的兵种出征，想想就无敌啊！芭芭拉，这个魔力之心你用正合适，带上它相当于无限魔力值，技能随便甩。主人你终于肯接受我了。什么接受？什么情况？芭芭拉这表情不太对啊。主人，你知道送给女妖一族项链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是永生永世在一起的信息。主人，你终于愿意接受芭芭拉了，
芭芭拉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升天般的快乐。不是，我这只是送件装备，一切只是意外，纯属巧合。我的天，不愧是魅惑女妖，真是够猛啊！我这小身板差点没挺过来，以后可得注意言行，不然真遭不住。其实项链的意义只是我瞎编的，谁让主人每次推三阻四，害得人家都忍无可忍了。昨晚忙到一半被打断，总之先把最后一份奖励领了吧。您领取了神话级种子荆棘藤蔓，种下后可生成荆棘藤蔓弹，抵御外力。谁靠近就主动扎谁，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守城建筑。不对，守城建筑还得消耗资源建造，荆棘藤蔓只要土地和水就能生成，简直就是极致高的性价比，赚大了！有了荆棘藤蔓，我外出就再也不用担心被偷家了。真说起来，这玩意儿缺点仅有一个，就是得种地。但我这边别的不说，劳动力可是无比充足。来500个骷髅兵，种地的事就交给你们了。1天内给我把领地外围种满荆棘藤蔓。干体力活不说，还不用给吃的，这就是当黑心老板的感觉。原来一直以来我不是恨资本，而是只恨自己不是资本啊！因为之前通关副本，我的兵种已经损耗不少，接下来就开始新一轮的爆兵吧。您建造了亡灵骑士祭坛，贵，生产一个就500金币，相当于2个半亡灵法师和600个骷髅兵啊！但正所谓，贵的东西除了贵哪儿都好，多花点钱又如何？只要兵种够强，早晚能给我挣回来。手通奖励给我的3万份基础资源，并非是指所有资源共计3万份，而是每种资源奖励3万份，而资源类型又分金币、木材、矿石、铁矿石、食物5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将所有资源转换，足足能获得15万金币，再加上我击杀副本怪物爆出来的资源，和领地内骷髅兵们耕种出来的食物，金币数量完全达到20万，足以让我狠狠来一波。所有资源兑换金币，亡灵骑士给我爆，还有骷髅兵和亡灵法师都给我爆。主人，所有金币消耗完毕，此次爆兵完成。再加上之前副本战斗的结余兵力及芭芭拉统计，您现在拥有骷髅兵37000，亡灵法师400，亡灵骑士200。很好，这股力量已经足以让我应对任何局面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只有一个，扫荡整片大陆。今天我叫各位前来，是为分享一个重要情报。目前排行榜第1的那个凌云，正是和我同一学校的那个废物凌云。什么？还真是他？这开什么玩笑啊！他的初始兵种只是最弱的骷髅兵啊！虽说他以前学霸，但学习成绩又不会增加战力，凭什么他能第1啊？可恶！我们一个个觉醒2阶、3阶，甚至4阶兵种，到头来连个觉醒1阶兵种的都比不过，太气人了！不止如此，你们当初可嘲笑过他，而如今我已经遭到他的报复，被他抢走副本手通。以他那小肚鸡肠的性格，怕是早晚会一个个找上你们报复。该死！这可怎么办？我当初还骂过他废物，我还扬言要在这次考核把他踩在脚底。我还说了他小姨坏话。而且凌云所带来的威胁可不止这一点。我们考核的领主世界区域内资源有限，凌云多拿1份，意味着我们就会少1份，到时候我们必将被淘汰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不想考核失败啊！王宇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说到底，凌云只是一个出生在普通家庭的穷小子，就算把他杀出领主世界，你们也不用担心遭到任何报复。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，组成联盟，一起对付凌云，将他杀出领主世界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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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采集食物+1，采集食物+1，采集食物+1。也不知道凌云现在怎么样，有没有登上大陆？只有1阶骷髅兵的他，日子可能会过得很艰难。这几天我尽量在大陆上多找些资源，等见到就能多分他一些。而且我还获得了一个3阶兵种宝箱哦，到时候再送给他，他一定会很开心。
跳舞兔，你这么紧张，是碰到怪物了吗？啊，你想去哪儿？慢点儿！啊，那些怪物是骷髅兵。宇哥，找到了！我的黑斑猫头鹰在空中环视了整整大半个大陆，终于锁定了凌云的位置。凌云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为了你，我可是召集了50位新手领主组成联盟，我所有人全力出手，光是2阶、3阶、4阶的兵种数量，总合起来都能有上千。再加上我为了对付你，耗尽一切资源，疯狂爆兵，如此充裕的力量，你拿什么和我斗？弟兄们，出发！凌云的死期到了。骷髅兵，难道是凌云的？这可说不准。虽说骷髅兵作为世上最弱的初始兵种，获取概率比6阶兵种还低，但未必就只有凌云拥有。而且，这些骷髅兵可是带着2件黄金级兵种装备呢，看着厉害得很。真打起来，就算是我的4阶跳舞兔，也未必是对手。凌云不太可能有这运气。总之，先开溜，可不能惹着他们。抱歉，我不是有意偷看的，求求你们不要杀我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仗义过来采集食物，你们怎么追着别人跑？我可没给你们下达过见人就杀的命令。好熟悉的声音，难道是凌云？林浅浅，凌云，好久不见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看着不错，身材虽然比我差点儿，但也算很好了。该大的地方大，该小的地方小，脸蛋也漂亮。不错，很不错。芭芭拉同意了，你有资格做主人的女人。什么凌云的女人呀？人家只是他的发小，虽然感情很好就是了，但交往的话还得小小的做一下心理准备，起码得先告白。哎呀，讨厌！我都在说些什么？凌云，这些骷髅兵都是你的吗？没错。这么看来，你已经比我都厉害很多了呢。亏我还想多找点资源分给他，想不到他实力已经超过我了，事到如今也拿不出手。好在我还有点别的好东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真的是那个排行第1的凌云吗？好像不太对，那个凌云已经获得2个兵种宝箱，应该有很多种兵种才对。但现在我只看到骷髅兵，估计只是重名吧。凌云，其实我有一个3阶兵种。果然在这儿！凌云，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。凌云，抢我副本手通的时候，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后果？今天我带着50位领主，上千个兵种，死定了！王宇的副本手通被凌云抢了，难道这个凌云真是排行第1的凌云？才上千，这么点儿啊？看你这架势，我还以为得有10万兵种呢。上千还少啊！好一个嘴硬的家伙！看你这个女英雄长得也够攒劲儿的，等解决了凌云，我就把你抓住，在你身上狠狠的出口恶气。宇哥，别光顾着自己吃，也管管兄弟们呀！就是，怎么能吃独食呢？这么劲爆的女英雄，哥几个人也差得很呢。一定！王宇，你太过分了！都是同学，怎么能这样？林浅浅，你也在啊！识相点，立刻滚过来投靠老子，不然等老子的联盟解决了凌云，连你一块收拾！我呸！你也配！你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一夺7场算什么本事？有种的像个男人一样单挑啊！虽然凌云的骷髅兵很强，但架不住上千兵种的围殴啊！哼，和排行第1单挑，傻子才那么做。老子大费周章组建联盟，不就是为了群殴吗？凌云，你不会怪我不讲武德吧？当然不会，就是不知道，如果是我反过来群殴你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不讲武德？群殴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们已经将你团团包围了，你拿什么群殴我？是吗？我觉得还是你有必要睁大狗眼，仔细瞧瞧，到底是谁包围了谁？我的天哪，什么情况啊？我们这是被反包围了，开什么玩笑？天哪，凌云
究竟有多少骷髅兵啊？这怕不是已经上……哦不，这数量恐怕已经有2万甚至3万了吧？而且那些骷髅兵可是都带着装备的呀！不止骷髅兵，还有大量5阶的亡灵法师以及6阶的亡灵骑士，最起码上百的亡灵骑士啊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是人能拥有的兵种数量和质量！天哪，如此可怕的力量，除了凌云，谁还有资格当排行第一？都别慌，数量再多有个屁用啊！还不是1阶的骷髅兵，身边那些亡灵法师和亡灵骑士都被骷髅兵挤在外面了，一时半会儿也进不来。而且你们都搞清楚了，是凌云先被我们包围，只要你们有人在最外圈暂时挡住那些亡灵兵种，拖延时间，我们再趁机先解决掉凌云，就可以轻松获胜。还不快上！干死凌云！干死凌云，我们才有活路！杀呀！想杀害主人，先踏过我的尸体！你要见效！好疼！我的耳膜被震碎了！这英雄太厉害了，一个就能打坏10个，这么厉害！都顶住！把硬抗伤害变成残废也无所谓，王家有的是治疗残疾的宝药，到时候都给你们治好！快顶住！该死！老子拼了！损失再大又如何？只要能解决到凌云，爆出来的资源足以弥补一切！一定要冲过去啊！冲啊！主人，这些家伙都不要命了，拼了！我也来帮忙。不用，他们似乎太小瞧我的兵种了。该死！那些亡灵法师太猛了，一个火冲下去，一死一大片。想成大事必然会有牺牲，就让我踏着你们的尸体登上巅峰吧！凌云，给老子去死！不好意思，我还死不了。这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会出现亡灵骑士？地狱外圈负责拖延时间的人呢？那些亡灵骑士太猛了，体操绕后不说，冲锋起来还没控制，根本就不可能阻拦啊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！求求你们不要再揍我了！云哥，凌云爷爷，我们投降，我们投降！真的打不过啊！都是一群废物！王宇，在我眼中，你比他们可好不到哪儿去。既然敢找我麻烦，就应该想到失败的后果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可是王家的少爷，你敢对我下手？什么狗屁少爷？使用技能，亡灵践踏。别看，爷爷，爷爷，我求你别踩了！新手领主王宇已被击杀，所有兵种覆灭。灵魂将被传送回领地复活，复活后肉身将随机残疾一处。您爆出了200份基础资源，您爆出了黑曜石城墙蓝图。城墙蓝图倒是个好东西，有了它，就能在领地内建造城墙，大幅度提升领地防御力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除特殊情况外，领主世界内的领主就算被杀，也不会真正意义上的死亡，而是会在领地重新复活。不过作为代价，复活的领主会终身残疾，且失去所有资源，想要东山再起，难如登天。当初小姨就属于特殊情况死亡，非但终身残疾，失去一切，还永远无法返回领主世界。我一定会找到领主之心，彻底治愈小姨。凌云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你饶我一次，我愿献上一切资源，求你放我一马。我真的再也不敢了。只要放过人家，人家什么都愿意为您做，随意您怎么折腾，不要任何回报。主人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如果今天战败的是我，你们会不会饶我？会啊，怎么不会呢？大家都同学一场啊。就是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嘛。赢了我们当然会收手。我们都是被王宇那个狗杂碎支持的。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想惹你呢。真以为我会信你们的鬼话？一旦我战败，他的下场可想而知。到时候他求饶，你们会放过他？主人，想不到你这么在乎芭芭拉。全部干掉，一个不留。您击杀了撸人甲，
爆出了火焰箭塔蓝图；您击杀了卧台2，爆出了5阶兵种宝箱；您击杀了假红旗，爆出了80份基础资源。主人，爆出来的资源已收集完毕。基础资源很少，看来这些家伙为了对付我，把所有资源都换成金币用来刨冰了。你先收着，我回头处理。对了，浅浅，你之前说你有一个3阶冰什么来着？对了，浅浅，你之前说你有一个3阶冰什么来着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你都有6阶兵种了，我的3阶兵种宝箱怎么可能拿得出手啊？哦，对了，凌云，我之前采集时意外获得一份地图，上面记载了一个大陆上英雄祭坛的位置，你要吗？英雄祭坛，那可是能召唤英雄的好东西啊！你怎么不自己用？我尝试过，但那里有一个很厉害的4阶 BOSS 守护，结果被揍了一顿逃出来了。不过凌云，你这么厉害，一定能战胜他。好，那我就替你报这个挨揍之仇。不过，白拿你东西可不好。芭芭拉，刚才不知道杀哪个领主的时候，似乎报了个5阶宝箱来着，送给浅浅吧。另外，再送他1万分基础资源。好的。只是一份我用不了的地图而已，这回报也太珍贵了，我不能要。明明是要送你东西，怎么反而变成你送我了？浅浅，刚才哪怕面对那么多领主围攻，你都坚定站在我这边，完全值得获得这一切。而且英雄祭坛对我很有用，这笔交易我一点都不亏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不客气收下喽。排行第1的凌云，那我继续去别处收集资源了，你也去忙吧。好，走吧，芭芭拉，我们去会会那个很厉害的 BOSS。您击败了4阶 BOSS 火焰熊，获得4万份基础资源，获得兵种装备熊皮甲，获得英雄装备大砍刀。浅浅说的那么玄乎，我还以为这 BOSS 有多强，结果杀起来比副本 BOSS 还快。主人，不是林浅浅乱说，单纯是因为现在的您太强了。就今天那些被你打爆的领主们，除了那个带头的王宇，换成谁也得被这个 BOSS 虐。就算王宇，也最多只能是踩胜。总之，去看看英雄祭坛吧，不知道我的第2位英雄会是什么样。您已经成功复活，并获得终身残疾、断臂。您失去了一切资源。别他妈嚷嚷了！我知道，我都知道。为什么我要招惹凌云？我好好活着还不效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看样子，英雄祭坛和英灵殿令牌不同，只能召唤相关兵种类别的英雄。亡灵法师有芭芭拉统帅，骷髅兵除了战斗还是和干杂物，由我灵活指挥最好。既然如此，最好的选择只有一个，就决定是你了，亡灵骑士。您召唤了亡灵骑士统帅奥登。亡灵骑士统帅奥登参见主人。哈，我勒个去！伤害足以媲美芭芭拉不说，生命值还爆高，并且使用技能还能减少70%伤害。肉的一批的同时，伤害还高，活脱脱一个重甲坦克啊！强，太强了！主人，这位是？我是领主夫人。嗯，夫人。金矿开采完成，获得金币；林场砍伐完成，获得木材；铁矿采集完成，获得铁石；果树采摘完成，获得食物。主人，骷髅兵们的效率很高，只是2天的功夫，就已经扫荡大陆2成的资源，算是预料之中。3万多的骷髅兵全体出动采集资源，可不就跟蝗虫一样，扫哪儿哪空。经过这些天的积累，资源量已经足够，该进行下一步了。开始建造，使用非曜石城墙蓝图，建造非曜石城墙；使用熔岩箭塔蓝图，建造熔岩箭塔。星级藤蔓生长趋势改变，附着于城墙。主人好厉害！很好，
附着了荆棘藤蔓的核曜石城墙，又能抵御伤害，还能刺伤敢试图爬墙的入侵者。火焰箭塔更是防守反击的利器，1000点伤害，别说入侵者，就算怪物群攻击都得被射得底朝天，简直满满的安全感啊！主人，为什么突然大规模加强城防设施？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建造市场了。建造市场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想要收集资源，我们自己收集不就好了？这你就不懂了，只靠蛮力，能采集到的资源范围有限，考核时间已经没剩几天。期间，我们最多把这片大陆采集完一半，就得用剩余时间去应对最终考核。而领主世界外围区域是非常大的，还有数不尽的无主空岛和副本，里面指不定有什么珍贵资源，仅靠我们是不可能都获取的。我们直接开个市场，让成千上万甚至上10万的新手领主前来交易，把摊位费一收，躺着赚钱他不香吗？捎带着我们富余的资源也能丢出去卖，期间有什么珍贵资源，我们还能第一时间察觉并买到。这样我们赚到了摊位费，富裕的新手领主有地方摆摊，普通新手领主也没有地方买东西，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。哇，主人您真是太厉害了，这就是所谓的奸商吧？奸商你个头，这叫正经生意人，是造福大众。其实建造市场还有个更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小姨。虽然领主世界外围不可能找到领主之心，但起码有极低概率能获得缓解小姨疼痛的灵药。虽然我没有，但不代表别的新手领主没找到。灵药虽然珍贵，对别人却无用。只要建造市场，将他们聚集过来，很可能有人拿出来卖。显示领地信息，升级领地，耗费1500份木材、石矿、铁矿。亡灵国度提升至2级，耗费3000份木材、石矿、铁矿。亡灵国度提升至3级，耗费8000份木材、石矿、铁矿。亡灵国度提升至4级，耗费2万份木材、石矿、铁矿。亡灵国度提升至5级，领地提升至5级，你已具备建造市场的资质，是否建造？建造市场。夏国赛区公告：新手领主凌云成功建造市场，为夏国赛区史上第1位建造市场的新手领主，可免费为市场打1次广告。广告将以赛区公告方式显示。啥？建个市场成史上第1了？好家伙，我杀了那么多关，对抗那么多新手领主，最多就是获得些什么手通成就，结果没想到只是建造了个市场，居然还成史上第1了。算了，不管那些，我还是想想给市场打个什么样的广告吧。我勒个去！市场史上第1，开什么玩笑？想建造市场，必须先消耗巨量资源，将领地升至5级。以新手领主获得的资源量，就不可能办到啊！是啊，一般能建造市场的，可都是正式领主，甚至正式领主里的老家伙。新手领主那点资源，连刨冰都不够，哪有闲钱升级领地啊？你们没见过凌云，确实会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我被他揍死过1次，可是亲眼看到他手下有上万，甚至可能达到3万数量的骷髅兵啊！3万？你确定你没眼花吧？开什么玩笑！我到现在的兵种数也才60啊！就算我把手上所有资源用来刨冰，撑死也就150，他一个人能有3万。如果是3万骷髅兵帮他外出收集资源，就算能开市场，也理所当然吧。哦，确实，新手领主考核，每届都会出现战力恐怖的顶尖天才。凌云在他们中算不算最强，我不知道，但显然有一点可以肯定。凌云绝对是最富的那一个，这就是史上第1建造市场的含金量。接下来播放亡灵国度市场广告。哼哼，是麦，1212。当初我凌云觉醒了最弱的1阶兵种，你们很多人都瞧不起我，但小爷我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原谅你们了。我勒个去，还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太嚣张了！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吗？好像确实能为所欲为啊。这家伙打个广告还不安宁。亡灵国度市场面向所有新手领主开放，我也会售卖一些余裕的资源，造福广大人民群众，先到先得。
如果有看我不爽的家伙，爱来不来，反正市场就我这一个，总能无处可去。怎么办？那小子也太嚣张了，去吗？当然去啊！出售闲置资源来买对自己有用的资源，怎么看也是稳赚不亏呀。我还想在最终考核多挣点积分，尽量把排名提一提呢。哎呀，嚣张怎么了？有求于人就得忍着呗，谁让人家是大爷呢？虽然很不想承认，但凌云的行为确实会造福所有人，没有不去的理由。目前我在榜上排名第2，将第3名甩开很远的距离，算断崖式领先。毫不夸张地说，新手领主中我是唯一能威胁到他地位的存在，算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。不知道他会不会因此而刻意针对我。昨天探索一处无主空岛时，我找到了这株灵药。灵药这东西虽然稀有，其价值极高，但我也没啥伤残疾病，对我属实是没用。将其卖掉，毫无疑问是最划算的选择。但如果凌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狭隘之辈，到时候处处刁难于我，这灵药我宁可留着。我操！居然建了这么高的城墙，好大的手笔啊！我在领主世界忙活这么多天，可是连个建筑蓝图的屁都没闻到，人家都已经把领地建造得这么好了。而且你们看，城墙上依附的藤蔓也是不得了的东西，谁敢爬墙就是找死。哎，不对，不只是城墙，它居然还有反击类建筑，火焰箭塔。哎，那东西可了不得，一波箭矢落下来就得射死一大片。哎，这意味着谁敢在他领地里捣乱，就等同于找死啊！哎呀，我不能接受啊！同样都是领主，看看人家这领地，再看看咱呢。我的领地围了一圈栅栏，就算城防设施了呀。和凌云的一比，简直就是个猪圈。哎呀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哎呀，再看下去自信心都给打击没了，还是赶快看看市场里有什么。毕竟凌云也会售卖一些东西，那可是排行第1新手领主的货呀，不知道会卖出什么好东西。您收到店铺租金870份基础资源，您收到店铺租金630份基础资源，您收到店铺租金920份基础资源，您收到店铺租金。天哪，主人，原来躺着赚钱是真的可以办到的！就这市场才只开放了2个小时，收到的租金就有上万份基础资源，您真是太厉害了，芭芭拉崇拜死您了。所以说嘛，挣钱靠的是脑子，恰巧我脑子还算不错。奸商，主人真是大大的奸商。唉，奥登啊，这拍马屁的本事你可得多向芭芭拉学着点。时间差不多，市场里已经人满为患，我也得开始干活了。哎，看凌云的店铺终于开门了！哎，快去瞅瞅，不知道排行第1能摆出什么好货。哎呀，我先来的，哎，先给我卖。凌云哥哥呀，别忙着摆摊了，快看看人家想要你的联系方式。听说他骷髅兵数量很多，估计为了刨冰，把资源都用光了。就是，他能摆出什么好货？领主世界里最珍贵的资源，无异于冰种宝箱，哪怕只是3阶的，都珍贵无比。他要是能拿出来卖，老娘给他舔鞋，给他当坐骑。快上货呀！是不是没好东西卖了？别浪费哥们儿时间，还有很多摊位等着哥们儿逛呢。是不是好东西我不知道，但起码可以确定一点，我只是摆了些用不着的破烂罢了。我勒个去！是谁在装逼啊？居然如此耀眼！天哪，没眼花吧？都是顶级好货！啊，看，好多的装备，不只是兵种装备，还有英雄装备，精铁矿石、秘银，还有石。这些材料随便一个都能换很多基础物资，居然只是被他像堆垃圾一样放着。什么？我看到了什么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兵种宝箱，他真的把兵种宝箱拿来卖了。并且是珍贵无比的5阶兵种宝箱啊！那可是5阶兵种宝箱啊！只要买下，就意味着能够拥有一个额外的5阶兵种。大部分人觉醒的初始兵种，可就只有2阶或3阶啊！这意味着如此宝物足以让任何一个菜鸟摇身一变成为天才，哪怕是天才也能丰富兵种，实力更上一层楼啊！刚才那个说上架兵种宝箱就舔鞋当坐骑的妹子还在吗？还不快兑现承诺啊！老娘说话算数。凌云，你决定一下顺序，先处理鞋，还是先要坐骑啊？滚蛋！你什么水平啊？也配给我家主人当坐骑？真当芭芭拉看不出你是想趁机上位？正好我家主人的骷髅兵还缺不少坐骑，要不
你去给他们当。给骷髅兵当坐骑，就可以想得出来。让一让，麻烦各位让一让，我要买东西。芊芊，你来了，是要买东西吗？不是，我资源都刨冰用光了，想以物换物。凌云，这个五色灵花你要吗？我想用它换个兵种装备。五色灵花可治疗中度伤势，即便面对无法治疗的伤势，也可产生消除伤痛的效果，效果持续7天。芊芊，你真是太棒了，不愧是和我认识多年，果然知道我最想要什么。那可不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家小姨的情况，特意费了好大劲儿，专门给你找的呢。这件兵种装备给你，另外再送你一件英雄装备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谁还有疗伤灵药，尽管拿来，我会以高出市场价的资源和你们换。哎呀，如果有的话，我倒是很想换，但问题是没有啊。是啊，灵药虽说对我们这种无伤无病的人没什么作用，但也是个很稀罕的东西啊。一般人哪能找得到？好大的口气，要以高出市场价的资源换。我这里有顶级灵药，功效远比那个五色花强，当然药价也会更高。凌云，你确定能舍得换？看，是当初觉醒6阶初始兵种的顶级天才杨傲天，想不到连他都被吸引过来了。你想要换什么？听说杨傲天进入领主世界后，从未和任何人沟通，每天都在玩命爆肝。是啊，他好像前几天连眼睛都没有合过。哎，他可不只是普通的天才那么简单，还是咱们同界里的最强卷王。天赋异禀不说，还充满了努力与汗水。瞧瞧那黑眼圈，恐怕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超过3个小时吧。这么努力，第1名和手通却还是被凌云获得，真可怜。先看看你的东西到底有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资神三尾草，顶级灵药，可治疗重度伤势，生长断指。即便面对无法治疗的伤势，也可产生消除伤痛的效果，效果持续1个月。天哪，断肢都能生长出来，这简直就是神药啊！家里如果有人缺胳膊断腿的，靠这药就能摆脱残疾了。别说伤残人士了，就算是个普通人都想拥有这药，危机时刻完全能用它来保命啊！确实是顶级灵药，难怪杨傲天这么自信。虽然它能生长断肢，功效强悍，但可惜对小姨作用有限，因为小姨的残疾属于特殊伤势，属于领主世界规则的诅咒。想要彻底治愈，唯有找到领主之心，获得重回领主世界的资格。但即便如此，哪怕只能消除小姨1个月的伤痛，我必不可能错过。你想要什么来换？我要你店内的一切。什么？居然要店里的一切，这简直是狮子大开口啊！不过讲道理，那可是能保命的神药啊，药价再高也能理解。毕竟小命比什么都重要。凌云，你可敢用店内的一切和我交换？为什么不敢？哎呀，凌云你傻呀？难道不知道杨傲天就是目前积分榜仅次于你的排名第2？排名第2？他？这我还真不知道。每天光顾着思考怎么搜刮资源了，早就忘记了看榜单这回事。凌云，我知道你小姨对你很重要，但这药的价值主要在生长断肢。你就算买回去，除了发挥止痛效果，毫无任何用处啊！对你而言，性价比太低了。况且退1万步来说，哪怕你愿意卖，也绝对不能卖给杨傲天。新手领主考核排名很重要，第1名的奖励之丰厚，更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，远比资神三尾草重要多了。一旦你把东西都给了杨傲天，到时候他很可能利用你的资源反过来超越你，拿下第1的最终排名。对你来说，他可是最大的威胁啊！确实如他所说，我就是现在唯一能威胁到你地位的存在。就问你敢不敢换？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，这小子绝对不敢。会换吗？凌云真的会换吗？那可是一整个店铺的全部资源啊！换做我绝对舍不得。没什么比第1更重要。不就一个店铺的资源吗？和我亲人比起来，连个屁都算不上。多大点事儿？我换了。什么？他居然真敢换！开什么玩笑啊！他居然要把如此巨量珍贵的资源换给一个唯一能威胁到他地位的人，究竟是傻还是另有别的考虑？正所谓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你凌云为了能超越我杨傲天拿到第1，这一路上定是充满了努力与汗水，不知吃了多少苦。如今你居然愿意冒着巨大风险，用整个店铺的资源去换一个对实力毫无用处的灵药。凌云，我杨傲天敬你是条汉子，换的是我，绝对不可能答应。如此气量，我杨傲天甘拜下风。什么气量不气量？不过是一场交易，你们一个个的反应也太大了。马溜拿东西走人。我知道了。哎呀，
凌云店里的东西都被清空了，没必要再待着了。哎，都散了吧，逛逛别的店铺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听劝呢？真是气死我了！资源没了，可以再找，但这顶级灵药一旦错过，真就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了。不过，你既然这么担心我的排名，那我就顺便看看杨傲天什么水平。哼，还以为多厉害，我积分都快赶上他2倍了。想超我，他还是多加把劲吧。夏国赛区公告：最终阶段考核即将开启。哎，看，又有夏国赛区公告了。这个时间点发布，难道？夏国赛区公告：最终阶段考核怪物工程即将开启，期间新手领主领地将遭受怪物连续进攻，共计100波。领地核心被摧毁者或主动举白旗投降者，怪物将停止进攻，同时考核结束。抵挡波数越多者成绩越高，并结合积分排名得出本次考核最终排名。累计抵挡20波怪物者视为通过考核，不足者将视作考核失败，永久禁止再踏入领主世界。48小时后，第1波怪物将降临至领地，请全体领主做好准备。时间过得好快啊！考核要进入最终阶段了。一旦失败，我们这辈子都会丧失成为领主的资格，做一辈子的普通人。哎，兄弟们，我好紧张啊，怎么办？我手底下才100多个兵种，怕是无法通过了。哎呀，如果通关不了，我将怎么面对我的母亲啊？她一把屎一把尿，辛辛苦苦的把我喂大。伟大是什么鬼啊？那还不赶快趁着现在，尽可能多的积蓄力量。对呀，就剩下48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了。趁此期间，我们得尽可能多的爆兵，还得建造泥墙防御。总之，先把多余资源处理掉，时间不等人。凌云，我也去忙了，有事记得给我打电话。终于到了这个时刻，完成新手考核，我就能回到原本的世界。小姨，等着我给你的惊喜吧。主人，经过这2天的准备，我们已经扫光大陆1半的资源。如果时间能再多一些，将整个大陆扫光都不成问题。倒也没必要，大陆上1半的资源，再加上之前市场上收到的租金，已经够我们用了。开始吧，我在新手考核之前的最后1波爆兵，所有资源兑换为金币，生产兵种。怪物攻城开始，请全体领主准备迎战。主人，城墙外开始出现大量怪物，终于要开始了。走，我倒要看看那些怪物们要怎么攻打我的领地。主人，这些怪物好像比芭芭拉想象中要弱得多，连城墙皮都蹭不掉。共有100波呢，眼下只是由史莱姆组成的第1波怪物，波数越往后，来袭的怪物就会越厉害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今天也会是考核的最后1天，小姨应该已经在出口等我了吧？小云，一定不要逞强，不要受伤，就算做个平凡的普通人又如何？小姨会养你一辈子。最危险的怪物攻城已经开始了，各位教师们务必监测好战场，以免意外发生。是。这市场交易过的我，可是变强了很多啊！无论如何也要通过考核，成为正式领主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怎么总感觉今年的新手领主资源都挺充足的，比往年要强很多。院长，我查看公告记录，发现今年有一个小家伙取得了不得了的成绩，不但拿下初始岛屿和副本首通，甚至完成了史无前例的市场建造。靠着市场里的相互交易，让很多新手领主们获得增强。啊！同时拿下初始岛屿和副本首突的天才虽然少见，但历史上也不是没有。但建造市场可就太夸张了，毕竟新手领主们普遍资源紧张，哪儿经得起那么霍霍？哎，那小家伙是谁？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霸凌云。居然是他！真是想不到呀！明明他的初始兵种是最弱的1阶骷髅兵，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
不清楚，毕竟我们能检测到的内容有限。那小子应该是获得了什么奇遇，不说建造市场，仅仅是只靠着一阶初始兵种就拿下双手冲，这是历届新手领主无一人能做到的。把画面给我切到凌云那边，让我看看他是怎么个情况。是，院长稍等，切屏需要点时间。好，哎，等等，我好像看到了两个不错的小家伙。跳舞兔们，狠狠地造！这个林浅浅不错，居然拥有上百只4阶跳舞兔，还带了对应的兵种装备，是个可造之才。还有杨傲天，平日里无论学习训练都极为刻苦，很不错的一个孩子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性格太高傲了一些。第6波怪物已经被我解决，就是不知林玉那边情况如何，估计和我不相上下，甚至可能多我1档波。毕竟他是我杨傲天认可的男人，有资格与我竞争。什么？20波？开什么玩笑啊！你小子是不是他妈开挂了呀？冷静，我必须冷静。林云能达到如此成绩，显然是拼了命的在杀怪。不得不承认，他是个比我还努力、比我还倔的男人。我也要像他一样，挥洒努力与汗水，并最终超越他。居然让性格高傲的杨傲天如此推崇，想必凌云在这次考核中比他还努力刻苦。将画面切到凌云这边吧，让我好好欣赏一下他的勤奋。是。哎，这就20波了，怪物工程远比想象中还要轻松啊！好小子，他是在考核还是度假呀？有这么玩的吗？就这还努力于汗水？他努力个屁了，分明就是在躺平。但是人家目前躺出了个排行第1，而且院长，你仔细看他的领地，和别的新手领主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。这城防配置，别说新手领主，就是很多正式领主都未必拥有啊。好家伙，建筑蓝图爆率极低，就算他运气再逆天，也不可能有俩呀。那小子，该不会是把180个新手领主给洗劫了吧？主人，需要掏耳朵吗？哎，别闹，怪物工程呢？这么严肃的场合，怎么能掏耳朵呢？怪不像样，按摩按摩头就行。是，主人。主人，风力够吗？要不要奥登再使大点劲？不用，这力道正好。对了，奥登，战况怎么样了？主人，第37波怪物已经被清退，城墙耐久度已经被消耗300点，还剩199700点。眼下，第38波怪物正在向城墙靠近。什么？居然消耗我300点城墙耐久度？看来35波以后的怪物还算有那么一丁点实力。芭芭拉，祭坛那边怎么样？主人，刨冰已经完成。您目前拥有1阶骷髅兵9万，5阶亡灵法师7000，6阶亡灵骑士5000，总计102000兵种。就这么等着怪物袭击也没意思，我屁股都坐痒了。立刻打开城门，全体出动，咱们主动去袭击那些怪物。全军出击，给我上！灭了那些怪物！天哪，这是何等数量的骷髅兵，绝对上万了！上万？开什么玩笑！
粗略估计得超过5万，甚至达到8万、9万的数量。而且更可怕的是，这些骷髅兵都拥有黄金级兵种装备，而且还是2件，实际战力根本不能以1阶来算呢。是呀，哪怕只论单兵作战能力，这些骷髅兵已经不比任何4阶兵种差。哪怕是极其优秀的学员，这个时期4阶兵种的数量也不可能超过200，而凌云居然有将近9万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单靠这些骷髅兵，可能足以碾压新手领主考核期间的任何怪物。不止如此，他还拥有2位亡灵族英雄，和他的兵种完美适配，非但能帮他统帅兵种，甚至还可以对他贴身保护。如此，就算有怪物想尝试斩杀领主，也根本不可能做到。院长，其实从城门里出来的骷髅兵，貌似只是他最弱、最低阶的兵种，后面还有很多5阶亡灵法师以及6阶骷髅骑士，并且这2种怪物的数量，目测达到至少5000。开什么玩笑！这小子的实力也未免太夸张了。这是新手职业者能办到的，我怎么就那么不敢相信呢？说实话，单看凌云已经展现的实力，就算是身为老师的我也比不过呀。别说你们，就算我这个院长进入领主世界，领地实力也未必能和他相比呀。说实话，凌云目前的水平已经完全不属于新手领主层次了。就这兵种数量和质量，哪怕是正式领主，也没多少能与他抗衡。我们学院真是出了个了不得的家伙呀！事到如今，不管他折腾出什么，我都不会惊讶了。院长，出状况了！凌云的兵种已经堵住怪物出生的魔法阵，是要反过来把怪物超给灭光啊！不错，就是这样。凭什么咱们得等怪物进攻，守住怪物的出生点，出来一个砍死一个？我看他们还怎么攻城。主人真是太强了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传送阵处于无敌状态，我真想把它给一块拆。第80波怪物来袭，请做好迎战准备。什么情况？出生点都被我围住了，这些怪物都从哪儿来的？主人，又出现了多处魔法阵，怪物应该是从那里出生。目前共有10处魔法阵作为怪物出生地，并且新生的怪物实力都很强。看来终于要碰上硬茬子了，有意思。全体骷髅兵分为10队，给我镇压所有魔法阵。主人，这一波怪物仿佛有了质变，实力远超之前。骷髅兵已经损失3000只。所有骷髅兵举盾，进入防守姿态。所有亡灵法师集中施法，使用黑岩法球密集攻击，并将怪物尸体复活为亡灵，抵挡在最前线，给骷髅兵们做肉盾。不好了，主人！怪物里也有擅长远程攻击的存在，他们在盯着亡灵法师进攻。擅长远程攻击的怪物并不少见，但他们往往都会傻乎乎地将技能打在站位最靠前的骷髅兵身上。而这波怪物居然还懂得切后排，看来智商提升了不少，我也得认真想。奥登率领1000亡灵骑士从怪物侧方突击，冲烂他们的后排。杀！这小子的进度终于慢下来了。怪物强度是一波强于一波，每隔10波还会有一次大幅度提升，并增加怪物生成点。他都碾压到80波了，确实该有点压力了。如此速度，已经超越历届最强的新手领主了吧？是啊，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已经开始下意识拿他和历届最强的新手领主做比较。毕竟和他同届的已经无人配与他相比，就是不知他最终能扛住多少波怪物袭击。凌云已经陷入苦战，一时半会儿不仅难以突破，而且我们有些太专注于看凌云的表现了。别的新手领主们也很重要，看看他们的情况吧。是，开始切屏。夏国赛区新手领主李默考核失败。夏国赛区新手领主张安然考核失败。夏国赛区新手领主孙铁
考核失败。院长，目前已经有80%的领主结束考核，大多都在25波左右开始举白旗投降，只有少数坚持到了40层。他们已经很努力了，毕竟像凌云这样靠着数量和质量碾压怪物的，这是历史上都少见的特例。大部分新手领主都会使用取巧的手段，毕竟怪物生成是有机制的，只有当上一波怪物全部死亡，下一波怪物才会出现。新手领主利用自己的兵种将一个怪物围堵，然后别的怪物则躺着或者是坐着休息，所以几乎每个新手领主都会选择将当前波次怪物杀得只剩下少数时，将其围堵起来，围而不攻，以此大幅度延长下一波怪物生成时间。趁这期间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兵种充分休息，以恢复状态到最佳状态，应对下一波攻击。当然，怪物工程是有时间限制的，只持续1天，所以如何合理分配休息时间也很重要。院长，这是目前顶尖新手领主们的排名，除凌云外最高的杨傲天已经抵御71波怪物袭击。71波已经是很优秀的成绩了。如果没有凌云的话，今年的第1肯定是杨傲天的。但可惜没有如果。你们说凌云有可能打破我们夏国赛区怪物工程的历史记录吗？打破是不可能的，最多持平。为什么？我倒是觉得凌云大概率会破纪录，毕竟他已经做到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事了。但也得根据实际情况分析。历史最高纪录是90波，但凌云在80波就已经陷入苦战。我猜他可能后继乏力，所以他应该最多持平纪录，不可能打破。夏国赛区公告：新手领主凌云成功抵御第90波怪物攻城，打破华夏赛区纪录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刚刚不是还在苦战吗？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正在查。清理了80波怪物后，凌云改变了战术，使用骷髅兵分别围堵10处魔法阵，防止有任何怪物生成后逃离。随后，他让7000个5阶亡灵法师分成20组，轮流对魔法阵进行火力覆盖。怪物刚生成，还没等露头，就被亡灵法师给炸死了。还能这么玩？不止如此，为了防止意外发生，凌云还上了第3层保险。他家亡灵骑士也分成诸多小队在周围巡逻，哪怕偶尔有1-2个怪物侥幸逃出火力覆盖圈和包围圈，还没等进行攻击，就被巡逻的亡灵骑士给撞死了。并且凌云的速度还在快速提升，击杀的怪物波数越来越多，已经消灭了98波怪物了。难道他真的有可能抵御全部100波怪物工程？不可能，这在世界史上都从未出现过，是任何人做梦都不敢想的情况。可他已经突破世界纪录了，而且他的速度不降反增，已经达到99波了。如果他真能做到，意味着潜力无限，足以被任何势力抢破头。只要不夭折，将来的他甚至能成为我们夏国的守护神呢！啥情况呀？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考核还没结束？对呀，放在往年早就完事儿了。难道是有人在怪物工程突破新纪录？有可能，毕竟只有所有新手领主都通过考核，通道才会打开。不知道今年破纪录的会是谁呢？哎呀，管他呢，反正绝对不可能是那个觉醒最弱1阶骷髅兵的小子凌云。那件事已经传疯了，他参加新手考核就是去凑数的，现在指不定复活几次了呢。就是呀，如果真是他破纪录，老子倒立吃屎！你们这些家伙太过分了！啊，怎么，姚嫣然，别人说点实话你还不让了？凌云那小废物全靠你这个饭馆服务员来养。哎呀，这日子也太艰难了。要不你还是从了我吧？当了老子的小老婆，保证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不然除了老子，谁能看得上你这个残废呀？啊！小鱼才不是废物，你再敢侮辱他，我跟你拼命！滚！那就拭目以待了。哎呀，等他没通过考核，灰溜溜的滚回来，我看你柳嫣然还拿什么来应景？快了，第99波怪物一次，只剩最后一波，怪物工程
马上就要结束了，骷髅兵们一定要堵死魔法阵，绝不能出现任何意外。主人 ，BOSS 出现了，骷髅兵们根本挡不住啊！啥玩意儿？怪物工程还有 BOSS， 压根没听说过呀。看来有个不得了的家伙要出现了。警告！警告！第100波怪物 BOSS 地狱三头犬出现。我勒个去！原来怪物工程也是有 BOSS 的，根本就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就对了，因为根本就没有人能够抵抗到这一波。就算让我们进去参加考核，也不可能做得到。800万生命值啊，4500的伤害，这属性也太可怕了，我根本想象不出要怎么打呀！糟了，那可是7阶 BOSS 地狱三头犬呀！即便放在领主世界深处，都是了不得的 BOSS。得多个正式领主合力围剿，并付出大代价，才有可能歼灭。就算凌云再强，也不可能赢啊！怎么办？要强行终止考核吗？看凌云的样子，根本就没打算投降。一旦他阵亡，将失去一切兵种和英雄，再无崛起的可能。而我们夏国，也将失去一个珍贵的未来守护神啊！不行，还有别的几十几百万新手领主呢，中断考核也会牺牲他们的成绩，不能因为凌云一个人毁了所有新手领主的未来。凌云呀，算我求你，赶快举白旗投降！你的成绩已经是前无古人，以后也几乎不可能有来者。你已经证明了你的价值，没必要冒险去搏那最后一波呀！哎呀，快投降，快投降！哎呀，求你了，快投降啊！不好了，院长，凌云指挥着骷髅兵冲上去了！啊！骷髅兵们，给我冲！怕个锤子！生命值再多又如何？我骷髅兵的数量可是有9万，每个骷髅兵一刀下去，能造成90点伤害。再次启用小刀划屁股战术，一人一刀，砍不死他也得残。不行啊，主人，小刀划屁股战术不顶用，骷髅兵没等靠近，就被一巴掌呼死一大片。这里，还是看我的亡灵法师。你要见效！什么？芭芭拉，你傻呀！一波打不死他。地狱三头犬的仇恨值会锁定在身为统帅的你身上，你个脆皮小女妖哪能扛得住？抱歉，主人。哎呀，不行啊！连凌云都被打得乱窜，谁也不可能处理这地狱三头犬。骷髅兵在地狱三头犬面前跟纸糊的一样啊！凌云，快投降啊！他真不是你能对付得了的。不要慌，你们仔细看清楚了。从始至终，凌云的神情都极为淡定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恐怕已经想到了破局之法。主人，快投降吧！地狱三头犬实在太强了，我们根本不可能战胜它。芭芭拉不希望主人受到哪怕一丁点的伤害。哼，不用慌，如果只是强攻硬干，确实赢不了。但我们可以用战术。一直以来，我之所以不使用任何战术，并非是因为不会，而是没必要。既然这地狱三头犬如此不识抬举，我也该给他见识一下何为智慧。奥登，你和你手下的亡灵骑士都皮糙肉厚，至少能扛得住地狱三头犬的一次攻击，意味着有足够的容错率。我现在命令你，带领500亡灵骑士，给我去狠狠地干他！是，主人。亡灵冲锋！奥登，现在地狱三头犬的仇恨值已经锁定在你身上，立刻绕着城墙逃跑！是，主人。原来如此，让机动性最强的亡灵骑士吸引仇恨，拉着地狱三头犬进入火焰箭塔攻击范围，利用火焰箭塔来反击。没错，火焰箭塔只是建筑，不会吸引仇恨，所以地狱三头犬的仇恨会一直锁定奥登，从而被火焰箭塔射爆，并且长时间的追逐会极大消耗地狱三头犬的体力。这就是我刚想出来的应对之法。
其名遛狗战术。很好，地狱三头犬的体力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，就是现在，芭芭拉，让所有亡灵法师发动攻击，专门瞄准地狱三头犬的爪子，把它四肢给我废掉。是，主人。就是现在，地狱三头犬已经无法动弹，骷髅兵全体出击，用你们的小刀狠狠划他的屁，给他开开眼。亡灵法师和亡灵骑士也一起出击，干死他！夏国赛区公告：新手领主凌云击败地狱三头犬，抵挡100波怪物攻城，打破历史记录，成为史上第一个通关怪物攻城的新手领主，获得超神级评分，将获得超神级奖励。本次夏国赛区新手领主考核正式结束，3分钟后，全体领主将传送离开领主世界，请做好准备。做到了，凌云他真的做到了！哇！真是漂亮的战术布置，利用了包括城防设施、所有兵种、英雄等一切资源，有惊无险，成功击败了地狱三头犬。天才，凌云就是当之无愧的史上第一天才，史上第一新手领主。事关重大，凌云的成绩远超任何人想象。我立刻联系军区，绝对不能让他被别的势力挖走。我的天哪！凌云居然通过100波了！妈妈，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！厉害，太厉害了！他简直就是我的偶像。而且这次多亏了凌云的市场，我们通过交易让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强化，才能取得意料之外的成绩。是啊，否则我在20波的时候就已经得投降了，根本不可能通过考核。凌云就是神啊，是我们的恩人。从此以后，他就是我们的云哥。我们必须得想办法报答他。你们可要说话算数哦，我还真有方法报答他。没有凌云的资源，我不可能撑到81分。他也是我的恩人，如果有办法报恩，我杨傲天义不容辞。我要参与，我要参与！只要是云哥有需要，我们绝对义不容辞。对，义不容辞，义不容辞。主人，一定要走吗？芭芭拉希望你永远留在领主世界，毕竟芭芭拉和兵主们都无法随你离开，会想念你的。放心，过几天我就会回来，就当我放了个假，回家一趟。芭芭拉会期待你的返回。小鱼，小鱼你在哪儿啊？快出来，千万不要有事。小姨，放心吧，小姨，我健康着呢。太好了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小姨最怕的就是你像小姨一样落下残疾。哟，这就是那个废物凌云啊！哎，看他的模样，一定是没有通过考核吧？刘嫣然，只要你答应当老子的小老婆，老子愿意连带着这个小废物一起养活。小姨，这肥猪哪来的？小鱼，你别乱说，那家伙仗着有点小钱，嚣张跋扈的很。我们不理他就是，快回家吧。你他妈叫谁肥猪呢？有种你再说一遍试试，看老子不打断你的狗腿，把你打成和柳嫣然一样的残废！王哥不要啊！小鱼还只是小孩子，不懂事，您就饶他一次吧。饶他？切，倒也不是不可以，只要你柳嫣然肯让老子爽爽。你的嘴太脏了，正好用血清洗一下。小子，找死！小鱼，小心！小姨，你放心吧，凭他还不是我的对手。什么？领主世界里，领主等级升级后还有个额外号，就是可以强化领主本身战力。而我的领域早就到达5级，意味着我已经是2级领主。像这样的普通人来100个也轻松干掉。
大哥，我错了，我认真再也不改了。求求你，饶了我这只肥猪吧！小云，再打下去会闹出人命的。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指定给你好果子吃。有意思，看来即便离开领主世界，也不会缺乐子。小云，我们回家。小姨，儿子怎么样了？通过考核了吗？你最终排名是多少啊？对了，你们在里面待了那么久，是不是有人破纪录了？那个破纪录的人是谁啊？我们在外面，不知道你们领主世界里的情况。破了，记录真的破了！有人创造了前无古人、后无也一定没有来者的记录，抵御了100波怪物构成。天哪，100波，太厉害了！想不到世上还有如此天才。他是谁啊？儿子，你有没有和他搞好关系啊？他就是我云哥凌云，我受了他不小的帮助呢。什么？居然是凌云？就是那个觉醒1级骷髅兵的凌云！天哪，就算打死我，也想不到居然真的会是他。我记得之前可有人说过啊，如果凌云破纪录，他倒立吃屎。那个家伙哪儿去了？啊！哎呀，大男人敢做敢当，快出来兑现承诺！先说好，你想吃谁的啊？哥们，保证量足管饱。就是，快给大家表演一个。哎呦，还想跑？哎呀，快来兑现承诺！快开始吧！不要！求求你们放了我！不要啊！小姨，这次考核我……小云，你不要有压力哦，就算失败也没关系，你的人生还很长呢。估计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，眼见为实吧。小姨，你当年也是正式领主，应该不会不认识这东西吧？领主令牌，只要通过新手领主考核，就能自动获得。小云，你居然真的通过了，太好了！以后不用像小姨这样过着操劳的人生，踏上领主之路的你，未来将拥有更多可能。对了，小姨，你怎么不问我最终排名如何？我可是拿了第1哦，最终评分超神级。瞎说什么呢？小姨又不是没做过领主，世上哪有什么超神级，最高也就 SSS 级，就知道逗小姨开心。好吧，反正要不了多久，新闻上就会报道，到时候你就知道。啊，对了，小姨，我还获得这2个灵药，可以缓解你的伤痛，快去用了吧。五色灵花和资神三味草，这个都是很厉害的灵药啊！小云，你怎么得到的？难道是抢劫了别的新手领主？小姨，你就别瞎想了，我可是比你想象中要强很多。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，好吗？我家小云长大了，懂事了，那小姨以后就依靠你了。小姨，药水准备好了，来试试吧。小姨，快试试吧。小姨，水温稍微有点高，你忍忍。我的天，好软，好弹。只是比腿的话，女妖芭芭拉都得略逊小姨一筹。小姨，为了加快药效修复，我需要给你做一下腿部按摩。如果力道不合适，你记得说一声。小姨，是力道太大了吗？没，是太舒服了。小姨有点没忍住，你继续吧。小姨，灵药虽好，但只能做到一时缓解。等我下次回来的时候，一定会为你找到领主之心，让你重返领主世界。能被你这么关心，小姨已经很知足了。领主之心太过稀少，千万不要勉强。如果你出了个3长2短，小姨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努力变强，成为厉害的一方领主。如果不能治愈小姨，变得再厉害又有什么用？相信我，小姨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好，小姨相信你，但你一定要将自己的安全放在首位。药效不错，小姨终于不用再忍受剧痛折磨，我也能安心休息了。按照往年惯例，明天就要开始各方势力的抢人大战了。不知道他们为了拉拢我，会开出什么条件？
什么情况？大早上的这么吵，难道是抢人大战开始了？不至于吧？真要拉拢人？小云，你接着休息，交给小姨来解决。凌云那个小废物呢？老子来宰你来了，还不快跪下磕头！哼，你还真是没吃过苦头啊！哼，小子，我承认你很能打，但是你能打有个屁用啊！出来混是要讲势力的。行行行，正好来个大扫除，一块儿解决了吧。大哥，我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这太能打了吧！哎呀！你们带着刀具来干嘛？找凌云同学的麻烦？军爷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来串个门的，这都是路边捡的，正好准备卖废铁。抓回去，关个10年8年。是。不要啊！我的人生，我的青春啊！走，老实点。凌云同学，我们想和你谈谈。凌云同学，我叫肖磊，隶属于夏国军方。首先恭喜你拿下此次考核第1，达成史无前例的超神级评价。还真有超神级啊！虽然昨天看见小鱼拿出灵药，我就隐约意识到他可能真是第1，但没想到世上居然还真的存在超神级评价！天哪，他究竟在领主世界做了什么？凌云同学，能出现你这样的天才，属实是我们学院的幸运。你的名字呀，已经被记录到荣誉榜，未来的学子会以你为榜样，向你学习。七哥姐，是我先进门的。你胡说，明明是我先的。你们几个大男人就不能让一让我这个女人吗？让我先进。士官中的傻子，他跟你玩什么女士优先了？他们是各大联盟家族势力之人，想必是来拉拢你的。听听他们的条件，对你也有好处。请进。肖磊将军，好快的动作！每年都比我们先到一步。凌云的成绩远超往年最强新手领主太多，这次拉拢一定会很激烈。不对吧？我先进啊！凌云同学，我们龙魂联盟邀请你加入，给你提供300万基础资源。300万基础资源算个屁啊！我们狂战联盟在此基础上，还会给你额外10件钻石级英雄装备。我们李家会给你3个6阶兵种，以及1000份稀有资源。我们黑虎联盟的剑传蓝图任你挑选。等一下，咱讲究个先来后到啊！等我提完条件，你们再继续吧。凌云，我们会为你提供1000万份基础资源，以及7阶兵种、3枚英灵殿令牌等支持。3枚英灵殿令牌，我的天，不愧是军方，出手也太阔绰了！不仅给7阶兵种，还给3个英灵殿令牌，意味着直接给3位英雄啊！如此条件，已经超越任何一届新手领主第1，就算是军方底蕴雄厚，也绝对是下了血本啊！凌云，你想选哪个？不好意思，我这人独来独往惯了，不想加入任何势力。凌云同学，如果你对我军方的条件不满意，可以尽管提，我会给你申请更多资源。希望你能加入我们，和我们一起保护夏国。凌云的潜力实在是太大，只要成长途中不嗝屁，未来必将成为夏国守护神。不是条件问题，我只是单纯的不想加入任何势力。各位再怎么劝说也无用，还是请回吧。加入联盟，我的天赋很可能暴露，而且我暴兵无上限，这一特性使我无需和任何势力抱团取暖。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那就确实没办法了。可惜呀，凌云同学，其实我们军方向你发出邀请，并不只是想让你加入，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保护你。你可能不清楚，领主世界深处和外围完全不同，里面充满了各国势力交战的战场。而我夏国因为资源丰富、文明先进，早已被诸多国家盯上，他们恨不得每人从我们夏国咬下一口肉来。像你这样的天才属于他们猎杀目标，很容易遭到袭击，所以我们军方才希望你能够加入，方便我们保护。哪怕如今你拒绝了我们军方还是想尽可能为你提供保护。这份储存卡，请你收下，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小礼物，里面有1枚令牌和一些资源，只要你遇到任何危险，都能靠令牌向我们寻求保护。谢谢萧将军，军方的恩情，我凌云一定会谨记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3天后传送门会再被开启，到时候啊，可别忘了进入领主世界。只剩3天了吗？正好，我也想回去领主世界，看看超神级评分叠加最终排名第1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。看他
他就是传说中的凌云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。小帅哥，快看过来，人家想给你生猴子。小云，进入里面切记不要冒险，安全第一，知道吗？小姨，你放心吧，灵药持续时间有限，一旦药效消失，小姨又会陷入疼痛折磨。一定要尽快找到领主之心，彻底治愈小姨。哇，我不是走错地方了吧？这还是我的领地吗？当然是。主人离开的期间，我们让手下兵种帮忙狠狠地把领地修整了一番。毕竟主人已经是很厉害的领主呢，怎么还能像以前一样住在个小破屋里？而且原本的床也太小了，芭芭拉担心主人施展不开。完了，我怎么感觉早晚要被榨干呢？总之，先看看我的奖励吧。恭喜您成为正式领主。由于您在怪物工程达成超神级评级，最终总成绩位列第1，特此得到以下奖励：1000万份基础资源，定向英灵殿英雄王令牌，神话级英雄装备，神话级兵种装备，7阶兵种宝箱，100万份万能材料。天哪！1000万份基础资源，如果全部转化为金币，意味着我能召唤5000万只骷髅兵，想想就刺激啊！不行，我得冷静。凭我现在的领地大小，还真装不下那么多骷髅兵，更何况兵种之间相互配合，才能发挥出最高战力。单一兵种太容易被针对了。先打开宝箱，看看神话级装备是个什么样吧。您获得了神话级英雄装备嗜血之伞。您获得了神话级兵种装备诅咒王冠。好东西，都是极品的好东西啊！诅咒王冠单是增加的生命值，都能让脆皮亡灵法师变成大肉坨，更别说伤害增幅还极高，简直完美适配。有了它，再也不用担心火力不足，更不用担心亡灵法师被激活了。嗜血之伞的效果更是夸张，非但能为攻击附带100%伤害，还能积攒血气，发动超强攻击。可惜只有血巫师才能佩戴，和芭芭拉的职业不契合，不然真想给芭芭拉呢。接下来就是这个定向英灵殿英雄王令牌了，这种东西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看这名字的意思，难道他能召唤的不是英雄，而是英雄王？总之先试试。您使用了定向英灵殿英雄王令牌，是否开始召唤？是。请选择您召唤的英雄种族以及英雄职业。原来定向是这么个意思。除种族外，还能定向选择英雄职业。种族肯定得是亡灵，至于职业，正好我的嗜血之伞无英雄能用，就选血巫师吧。您选择了亡灵种族，血巫师职业。接下来为您召唤英雄王。血族公主薇薇安，见过领主大人。好家伙，还真召唤了个英雄王出来！非但属性值碾压别的英雄，甚至还额外附带一个天赋技能，并且更过分的是，那个天赋技能居然还无上限，意味着他能无限成长变强。至于这职业，薇薇安，你是吸血鬼吗？不，我是尊贵的血族，不能与吸血鬼混为一谈。吸血鬼会吸食任何生物的血液，而我们血族只会吸收心爱之人的血液。当然，一些别的什么液体，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总之，这嗜血之伞和你很适配，就交给你了。天哪，居然是神话级装备！主人真是太宠爱薇薇安了，请让薇薇安回应主人的宠爱吧。打住！你要干什么？你是谁？敢坏本公主的好事？我叫芭芭拉，是领主夫人，怎么就不敢了？所以说，这领主夫人到底是谁封的？就你还领主夫人，不会是你自封的吧？你管我谁封的？
反正我就是，主人每晚都是我陪请的。那是之前，有了本公主后，主人就不需要你陪了。不要吵架，我们要以和为贵。尊贵的英雄王阁下，请允许我做自我介绍。我叫奥登，我是……别介绍了，一看你就是个跑腿的。没你这个跑腿的说话的份儿。哼，要不我们比试比试，看谁更有资格当领主夫人。啊！芭芭拉，你敢不敢和本公主比？比就比，主人一定会选我的。等等，你们吵架别把我也带上啊！到底想比什么啊？说起来，也就只有那个最合适了吧。当然，没有别的选择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住手啊！天哪，不是要我命吗？主人，大晚上的您不睡觉，是要去哪儿啊？偷跑可是不允许的哦。可恶，看来我只能用绝招了。到最后，比试以平局收场。要不是我昨晚急中生智，疯狂提升领地等级，肉身得到大幅度增强，还真不一定顶得住我。现在的我已经是10级领主，虽说战力比英雄差一些，但打1800个普通人还是不成问题。毕竟，除非兵种死绝，否则领主一般不用亲自动手。能达到这种属性值，已经很夸张了。继续干回正事儿，开启最后一个宝箱吧。您开启了7阶兵种宝箱，获得7阶兵种火烈鸟。兵种转换。您对7阶兵种火烈鸟使用了亡灵转换，转换成功，您获得7阶亡灵兵种吸血鬼。飞行兵种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。虽然属性值连6阶的亡灵骑士都不如，但它能飞啊！要知道，大部分兵种都只能腿着走，射程还很有限，在飞行兵种面前只是个活靶子。而且飞行兵种还能无视地形作战，并有着极强的侦察能力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飞行兵种就是所有兵种里最强的。像这样的兵种，如果属性值还高，那还上不上别人活啊？您建造了吸血鬼祭坛。好家伙，生产一个吸血鬼的价格够造6个亡灵骑士或3000个骷髅兵了。薇薇安，以后吸血鬼兵种交给你来统领。是，主人。在前往领主世界深处之前，开始最后一次的刨冰吧。出发，前往领主世界深处。居然碰到了夏国的领主，而且看传送光芒，明显是从领主世界外围传送来的，绝对是刚成为正式领主不久。像这样的软柿子，我最喜欢捏的，思密达。领地移动，杀死夏国正式领主，夺走他的一切。世界是我大高丽帝国的。怎么回事？主人，我们领地遭受棒子国领主袭击。遇袭？这么快？跪下，夏国领主，立刻跪下，悬赏一切，给你通过，思密达。小小夏国，搞笑。宗主公大人饶命！我愿意向你臣服，成为你的附属领主，像古代一样为你提供美女和资源。饶命啊！饶命啊！思密达。主人，我这就给您提示，献上最高诚意。
滚！就这种玩意儿，给我当狗都嫌浪费粮食。杀光，一个不留。薇薇安，主人。薇薇安，带领1000吸血鬼去领地外侦查，告诉我周边情况。是，我的主人。主人，为什么不接受他的臣服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你也看到他那欺软怕硬的嘴脸，指不定哪天背后捅刀子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，人可以臣服，狗不行。主人，万里之内，我发现到很多领地，而且他们领地不远处，还有大量被毁灭核心的领地。看建筑样式，都属于夏国领地。看领地残骸的用料，想必是用低级材料建造的城防设施。如果薇薇安猜的不错，被灭亡的都是刚成为正式领主不久的夏国新手领主。原来如此，是那些国家的领主刻意针对，他们知道这附近是夏国新生代正式领主的传送点，所以埋伏在这里袭击，而且还是多国联手，派出成为正式领主多年的老手，针对我夏国的新生代领主，真是一群不要脸的狗东西。芭芭拉，刨冰情况如何？主人，刨冰已完成。目前我们有骷髅兵110万，亡灵法师16000，亡灵骑士11000，吸血鬼1500。薇薇安，你觉得我们领地的实力和你看到的那些领地比，属于什么水平？无敌。领地一动，所过之处，寸草不生。出征！你这邪恶的恶魔，应当被恒河水净化！你敢侵犯我的领地，一国爸爸会制裁你的！薇薇安，万里区域内，别国领地还剩多少？主人，经过这1个月的出征，大部分领地已经被我们毁灭，就是可惜，少部分领主看情况不对跑路了。哦，主人，东边不远处有一个夏国领主遭到樱花国领主袭击，遇袭的夏国领主好像和您一样，也是刚成为正式领主没多久，目前情况很不妙。改变方向，救人！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，明明都已经成为正式领主多年，居然还对我这个新手领主搞偷袭！那个，只有强者才能拥有一切，你们就只能被我们践踏。跪下，当我的狗，我决定饶你一命。老子就算死，也不会让你们侮辱！呀！什么情况？地震！骷髅兵，难道是？真输了，真吃了！不可能！就算英国帝那里，也不可能有这么厉害的领主啊！云哥，真的是云哥！你刚才说要谁当狗？伟大的强者，请接受我没穿裤衩的跪拜，能为您当狗是我无上的荣幸，请您收了我吧。我听到你刚才还说什么践踏，正好，我的兵种很擅长这个。如果你接受他们的践踏，还不变成肉泥，我可以允许你当条狗。亡灵骑士，上！使用技能亡灵践踏。要死，真的会死的！呀们的，呀们的！
抱歉，云哥，我房子因为战斗被毁了，只能委屈您将就一下。没事，我不挑，跟我说说发生了什么。云哥，是我没出息。其实我原本是想和别的同学给你一个惊喜，用来报恩的，结果没想到半路被截胡了。惊喜？云哥，你可能没把这当回事儿。其实当初多亏你建造的市场，让很多新手领主实力得到增强，在最终考核中拿到高于预期的成绩，所以大家都很感激你，想给你报恩。于是回到原本世界后，林倩倩带头联系大伙，说她得到一份特殊地图，地图里就有报恩的机会。她将地点坐标发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进入领主世界深处后汇合，一起行动。报恩、地图、地点，林浅浅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怎么有点搞不懂？林浅浅她找到了领主之心的下落。你说什么？领主之心？就是那个能让被逐出领主世界的领主重返领主世界的领主之心？没错，林浅浅早就知道你想要治愈亲人，领主之心是唯一的方法，所以一直想帮你找到。正好因为你的帮助，他在新手考核取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，受到了多方势力的拉拢。他以领主之心下落为条件，加入了其中一方势力，才获得地图。地图上记载了领主世界深处的一处偏僻大陆，领主之心就在那里。林浅浅，这么多年，你心里始终记着我，哪怕我只觉醒了最弱的骷髅兵，你都不曾有任何嫌弃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回报你呢？那林浅浅现在怎么样？原本进展很顺利，很多跟我们同期的新生代领主都前往大陆与林浅浅会合，但谁能想到，有人居然遭到了别国领主的暗中跟踪，导致大陆坐标暴露。如今他们遭到多国领主的联合围攻，情况极其糟糕。虽然林浅浅已经第一时间向夏国军方发出求援信息，但军方领主距离太远，怕是很难及时赶到。又是那些混蛋！我正是因为看到了林浅浅的求援信号，想着离目的地不远，尝试过去支援，不料半路被樱花国领主拦截，差点身死。你找个地方休养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想不到你们这些夏国的小东西，居然能找到珍贵无比的领主之心，真是幸运。而找到你们的我，更是被幸运女神眷顾。大爷说的对，也就您才有资格如此幸运。不愧是英国爸爸，太厉害了！英国爸爸世界最强，无人能敌。明明是多亏了我们阿山国的神明保佑，就是因为我有着被恒河水净化的灵魂，才能带领你们找到这里。夏国女人，你肮脏的灵魂必须得到净化。正巧我身上带着我们阿山国的至宝神牛牛粪，吃了它，你就能变得圣洁。我呸！傻子才跟你们一样吃牛粪，恶心！你敢侮辱我们的神牛，是对神的不敬！我要把你抓回去，和朋友一起像净化蜥蜴那样，去自净化你的身体。这么美丽的女士，必须得我英国的人享用。儿子们，快上！少爷，爸爸想要的，我们一定尽全力搞到手。英国爸爸，你可要记着我的表现呐！混蛋，老子和你们拼了！一群卑鄙无耻的家伙！除了阴暗的跟踪和以多欺少，你们还会什么？就这还是当了多年的正式领主，我呸！杀！不甘心，不甘心啊！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们。如果我当初选择自己行动，而不是找大伙一起，也不至于变成这样。林姐姐，你搞清楚，为恩人报恩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我们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，哪怕落到再危险的绝境，我亦不后悔。你们这些贼种，跟我去死啊！对方人多势众，
连杨傲天都终究是挺不住吗？谁能救救我们？凌云，我好想在最后时刻再见你一面，凌云！是谁？一切都该结束了。天哪，我没眼花吧？真是凌云！你真的来了？不对，笨蛋，你不该来的。没看到敌人那么多吗？就算是你，也会有危险的。凭他们，还远远做不到。主人，我们也来了。主人，主人，人家都抱着你飞了一路，胳膊都酸了，你今晚可要好好奖励人家哦。今晚奖励？你别瞎想，薇薇安她就是单纯的喜欢打牌，我奖励她打一晚上牌而已。真的只是打牌？千真万确。还以为来了什么大人物，居然带着3个英雄。仔细一看，不过是个夏国的新生代太极领主。爸爸说的对，松狮的来了，居然有美女英雄服侍，太过分了，八哥！立个图上，把女英雄给野狗爸爸献上，我们考虑饶你一命。哼，就你们饶我？兵种召唤！好大的动静！难道是他召唤兵种引发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如果真是那样，他召唤的兵种将会是何等恐怖的数量！出来吧，我的亡灵军团！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真是人能做到的事儿！不愧是云哥，简直太帅了！这就是我们这一届最强，同时也是史上最强的新手领主啊！原来如此，凌云，这才是你的真正实力，难怪你能抵挡100波怪物攻城，我心服口服。上百万的骷髅兵，开什么玩笑？还有上万的5阶兵种和6阶兵种，甚至还配备了7阶的飞行兵种。如此兵力，居然出现在一个夏国新生代领主身上，不可能，绝对是假的！爸爸，你不能慌啊！你要是慌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天哪，如此数量和质量的兵种，这怎么可能不够了？难道他也是得到了牛粪和恒河水的净化，成为了神？我不是神，只是人，并且是要杀你们的人，杀光一个不留。爸爸救我！爸爸救我！哎呀，行啊，不想死啊！我只吃牛粪，不吃马粪啊！能不能别让我死？饶了我！主公大人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末世，这就是末世啊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，赢了！云哥，我弟的云哥，云哥！凌云，谢谢你。是我该谢谢你才对。凌云，这是我给你的惊喜，你一定要开心接受哦。凌云，快打开吧。我终于做到了，小姨可以痊愈了。
浅浅，你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。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，我哪怕拼上这条命，一定做到。真的什么都能做到吗？主人，你还犹豫什么啊？快，脸蛋和身材都很不错嘛。本公主很中意你，允许你陪在主人身边。哎呀，你们能不能正经一点啊？想不到我还有重返领主世界的一天，真希望这一切不是梦。小姨，一切都是真的。恭喜你，重新成为领主，可以继续属于你的领主人生。不了，就算靠着领主之心恢复一切，但我的领主人生也已经结束了。我已经想好了，以后会作为你的附属领主生存。附属领主？怎么，你还嫌弃小姨？实话跟你说，小姨以前可是很厉害的领主哦，手上甚至还有8阶兵种呢。成为你的附属领主后，小姨的所有兵种都可以为你而生产，成为你的强大助力。这么厉害，那就请小姨和我一起探索领主世界的奥妙。主人，别忘了还有芭芭拉陪您一起呢。薇薇安也是哦，愿意满足主人的一切愿望。主人就是奥登的一切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全部一起屹立于整个领主世界巅峰。